我朋友是个好色之徒，我怀疑他的失踪与隔壁女邻居有关。朋友的车停在小区门口，一直到第二天中午，我都没见到他的人影，跟他打电话也总是关机。我心里觉得不对劲，敲响了邻居江田的房门。江田一副刚睡醒的样子。怎么啦？你有没有见到我那朋友？没有。他没有在你这儿吗？你的朋友为什么会在我这里？我哑口无言，确实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阿成来过他的住所，我只能回到自己的地方，通过各种联系方式寻找阿成，一找就是3天，整整3天阿成没有去上班，也没有回到自己的公寓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阿成消失的那一天，江田又端着一盒吃的过来找我，可我根本没有胃口，直接拒绝了他。内心的直觉告诉我，阿成的消失和江田有关，这个女人身上有太多的谜团。就在这时，我看到门外的垃圾桶里有一双球鞋，总觉得有点熟悉，在脑海里拼命回想，这不是江田带回来的那个大学生穿的吗？为什么那些他带回来的男人后来都没有出现过？我决定调查这个神秘的邻居。阿成的背包还放在桌子上，我突然想起来，他们公司好像在做一个袖珍定位器，这个机器只有米粒大小，可以精确定位对方的位置。那天傍晚，我敲开江田的门，假装跟他借东西，实则偷偷将定位器放在了江田的衣服上。之后我便用手机开始对江田实时监控，手机上的光标显示江田一直在房子里活动。可到了凌晨3点，我看到江田出门了，已经距离我超过1公里。我和江田的房子是挨着的，我顺着窗户悄无声息地爬进了江田的卧室。他的房间诡异的要命，除了一张床和一个梳妆台，几乎没有任何东西。我搜索了一下他的床铺，在他的枕头下面找到一张黑白照片，照片上的江田穿着学生装，看上去有点憔悴。我将照片放进了口袋里，接着又开了左边房间的门，那是他的书房。一股霉味扑面而来，我用手机的照明灯四处打量，发现那些书都是上个年代的书籍，还有一些甚至是绝版书，早在80年代就没有再印了。正当我随手翻着那些旧书时，突然听到一个奇怪的声音，那声音很微弱，仿佛有人在呻吟。我顺着声音找过去，在客厅的角落停住脚步，声音居然是从墙后传来的。难道说这房子还有密室？我认真地检查了每一块墙面，竟然真的打开了密室的房门。我冲着漆黑的密室方向喊：阿成，是你吗？他没有回答，只是单调地重复2个字：救我，救我。我摸索着走进密室，把手机照明调到最大，照向阿成的那一瞬间，我见到永生难忘的一个场面。阿成只剩下一个脑袋，整个人被装进了一个大坛子里，而整个密室到处是这样的坛子。我看到了那个老头和那个大学生，这是人质。我刚要上前营救阿成，突然手机震动了一下，发现原来是江田回来了。我对阿成说：坚持住，我马上回来救你。接着我连滚带爬地跑回了自己房间，并立刻报了警。喂，警察吗？我邻居是杀人犯，你们快来。对面的警察说道：请做好自我防护，我们马上就到。挂掉电话，我竟离奇地发现手机上显示江田距离我不到10米，随之而来是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江田就在我的门外。请问你在家吗？我来给你送排骨吃了。此时的我早已吓尿，不敢靠近门口半步。过了一会，门外才安静下来。我壮着胆子悄悄走进客厅，离奇地发现桌子上多了一盒便当。我吓得愣在了原地，手机突然再次震动了一下。我连忙看去，竟发现江田与我不到1米。我立刻感到后背发凉，猛地一回头，正巧对上江田那副诡异的面孔，我被吓得当场晕了过去。再次醒来时，几名警察围在我的床边，我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江田是否被抓住了，可警察却告诉我，经过与房东核实，你的隔壁根本就没有租户。我被惊住了。怎么可能？我有这个女租客的照片。说着便将口袋里的照片递给警察。警察看了看，告诉我，照片里的女孩早在10年前就死了，是被一名富豪的儿子给强暴致死的，当时还是我办的案子。但离奇的是，警察竟然在隔壁的房间里发现了我朋友和其他几名受害者的尸体，他们拥有共同的特点，全部都是好色之徒。而当我再次看见桌子上的排骨时，我立即捂着肚子跑去了厕所。